广西女子发现一神秘小鹿，发型奇特，还有獠牙。今年元旦假期的时候，广西柳州融水县韦女士意外看见路边有一只奇怪的动物，长得像小鹿，体型像山羊，前后的右脚都受了严重的伤，正躺在地上颤抖着，模样特别的可怜。眼看这只小家伙一直在瑟瑟发抖，不知道是痛还是害怕，韦女士心疼地将它抱进后备箱，径直开向了良寨乡派出所。经过专业人员核实，这是只老底坐穿鹿，而且他们仔细翻了县里的记载，往前70多年都没发现过这种鹿。这只小家伙无疑是当地物种的新纪录。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只受伤的小鹿很快被送去救治，它脚上的伤应该是不小心踩中捕兽夹之类的猎具造成的，等伤好之后会被放归大自然。不过它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这只小鹿身上有些很明显的特征，可以确定它是一只雌性毛冠鹿。毛冠鹿别名青鹿、黑鹿，是一种喜欢栖息在高山丘陵地带的鹿科动物，属于我国的2级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是易危级别的物种。它们体型中等，体长一般为92厘米，肩高19厘米，重30公斤左右。因为额头上有一簇向上支棱的长毛，看起来像是戴了一顶毛茸茸的帽子，因此称为毛冠鹿。毛冠鹿的毛在夏季为赤褐色，冬季为通体黑色，只有尾巴留一抹白，看起来滑稽可爱。细看之下，在毛的尖端有白色的环，细节之处更显精致。毛冠鹿仅雄性个体有角，但雌性的角比常见的其他鹿都更小，角尖略向下弯，不太引人注意。虽然是鹿，但它们还长着尖尖的犬牙。雌雄个体的上犬齿也有些不同，雌性的上犬齿小，雄性上犬齿大而侧扁。锋利的犬齿是它们自卫决斗时强有力的武器，并不是用来吃肉的。毛冠鹿和其他鹿一样只吃素，以植物枝叶为主食，有时还会偷吃人类种的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毛冠鹿有着鹿科动物中最发达的眶下腺，散发出的气味可以在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寻找配偶。女子路边救下一头小鹿，竟然是当地70年未出现过的毛冠鹿。这种小鹿真的很神秘吗？毛冠鹿生性胆小，性格温和，白天会在森林深处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到了晨昏时候才会出来寻找食物。平时外出时往往小群一起行动，相互之间和谐互助，场面温馨。可这种友好的相处，到了繁殖季节就荡然无存了。它们的交配季节在每年的4到5月。每到这一时期，为了争夺伴侣和交配权，雄性毛冠鹿会将尖利的犬牙、坚硬的蹄子击向曾经的同伴，情敌之间往往会打得头破血流，直到一方无力还击而认输时，这场大战才算结束。胜者抱得美人归，败者只能在阴暗角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毛冠鹿生性机敏，周边只要出现一丝异样，它们会迅速逃离。逃跑的时候还会翘起尾巴上与众不同的显眼白毛，试图在跑跳中扰乱天敌的视线。毛冠鹿有随季节迁徙的习性，炎热的夏季它们会去到高山上面避暑，到了寒冷的冬天则沿山路而下，到朝阳的山坡谷底过冬。它们不喜潮湿，逐室而居，生活总是自在随意。只是人类的猎杀、环境的破坏，使得它们也成了岌岌可危的保护动物。毛冠鹿在我国南方到四川、云南等多地都有分布，但总数不算太多，总是小群聚集，整体活动很分散。在动物保护工作人员的监测中，目前确定在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西金秀大瑶山国家森林公园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存在。因为数量稀少，使得人们与它们的每一次相见都显得惊喜。2022年6月16日，甘肃嘎海泽岔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野外架设的红外相机中见到了毛冠鹿。2023年12月，在东安县顺黄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架野外架设的红外相机同样拍摄到了毛冠鹿。画面中，毛冠鹿悠闲地觅食，这一幕和谐美好，弥足珍贵。70多年来，广西融水县第一次出现保护动物毛冠鹿，却是2条腿受伤倒在路边的状况。这只被救助的毛冠鹿是雌性，体重约为20公斤左右，
已经是完全成年的个体，如今被送到柳州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治疗，等度过了危险期，身体康复并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就会把它放归野外。出现毛冠鹭的广西省柳州市融水县是我国南方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这里有元宝山、九万山、滚背老山、四涧山这4大天然林区，保护区面积3.5867万公顷，动植物种类繁多。作为具有群居性的动物，雌性毛冠鹭不会单独到远离族群的地方生存，它的出现说明在融水林区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毛冠鹭在此生活。毛冠鹭适宜生活的海拔为1000到4000米，融水县有海拔2081米的元宝山，属于广西第3高峰，县内第1高峰，其他有57座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融水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山地占地面积达到85.48%，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毛冠鹭生存。曾经人类的生产活动迫使这些生灵逐渐失去落脚点，如今随着保护措施的落实，环境的改善，这里也变得宜居。70年从未踏足这片土地的毛冠鹭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定居，却再次因为人类而受伤。这只被救助的小鹭2条右腿有明显的皮外伤，这样的伤口不太可能是被天敌所伤，而在茂密的深山里，的确还有些带有侥幸心理的人，试图捕猎一些值钱的野生动物拿去售卖。如今不能有猎枪，最方便也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在山里下猎套。这些猎套很不起眼，但只要动物不小心中招，轻则被钢夹断腿，重则被钢丝猎套紧锁脖子，越挣扎越紧，直到钢丝勒进脖子窒息而死。更多的情况是被猎套困住，最后被偷猎者收割。这样的猎套因为太过隐蔽，林区工作人员定期清理也不一定能清理干净。除了伤害野生动物，附近野放的家畜，甚至上山的人都有可能被误伤。但也因为很难查找来源，所以即使猎套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狩猎手段，也依然有人悄悄使用。比如广西融水这只小毛冠鹭腿上的伤口，就是在警示我们，盗猎者依旧猖獗，生态保护并非万众一心，还有不少反其道而行的人存在。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